找到了，白丽应该就是那个小屁孩，我感受到了印记。小伙伴们，听说过修真吗？什么是修真？问得好！你们从小学习家传武功，都知道这个世界上人分3大境：武夫、武者以及真人。到了真人以后，就能释放真气，举手投足都有风雷随行，拜10人不得近身。而这真人又分为10层，其中最高一层也被称为陆地神仙。人到了这种境界，不仅有200-300岁的寿命，而且体表还会形成护体罡气。除非出动我大夏国最精锐的部队围剿，或者对上复数级的同级高手，否则这种级别的高手无论在哪里都是来去自如。陆地神仙是我们的梦想，行侠仗义，成为书中那样的大侠。我当了陆地神仙后，就把我们9楼的烧鸡推广到全世界。我要开宗立派，成为1代宗师。安静！哪怕是当了陆地神仙，也不可能匹敌国家机器，终归算不得真正的大自在。大壮，你说你的梦想是成为1代大侠，那若是朝廷中有贪官污吏被你知晓了，你会怎么做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惩奸除恶，杀之而后快了。但就算你是陆地神仙，杀了朝廷命官，大夏国内的其他陆地神仙会同时出马抹杀你，你该当何如？还有你，小婉，你想做大做强你们家的烧鸡，那要是有其他大势力想要谋夺你们家的世界级烧鸡产业，哪怕你是陆地神仙，也真能应付吗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小伙伴们，我们的父母可不是吃素的。等我们突破到陆地神仙时，他们多半也是陆地神仙境的高人了。那么2对1，对面还是你父母，我们仍然逃避不了被混合双打的命运啊。所以说，修真就是我们突破命运枷锁的重要手段。在陆地神仙的基础上再突破1层，我们的命运就会彻底改变。所以小伙伴们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加入我的培训班，让我教你们3年筑基5年结丹的快乐。疼！你这臭小子又在这胡咧咧什么？放开我，娘！我没胡说八道。少给我瞎扯！哇！打人了！等等我！全完了！我让你去河边洗衣服，衣服呢？我让月儿帮我洗了。你就知道欺负月儿。走，跟我回去。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就是史先帝也会被老妈揪耳朵打呢。夫人请留步。啊，你是什么人？夫人不必惊慌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你们来找谁？丽投了个好胎嘛。弟子参见师尊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他师傅。不可能，我儿子长这么大没出过村子，你是怎么收他为徒的？没出去过不代表不能收嘛。他说的是真的。真的，娘你轻点啊！江湖上有资格做我儿子师傅的人不多，而我并不觉得你有这资格。既然如此，要不这样吧，夫人，咱们过2招。当然可以，只要阁下愿意的话，我不惧任何挑战。娘，别啊！那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在此时此地吧。夫人先请。你确定？就是那几尊陆地神仙，也不敢给我这机会。那麻烦您尽量别客气。红颜泪。行了，我这招红颜泪天底下没有几人能接下。你怎么？该我了。娘！师尊，我娘亲好歹也是女子。我是男女平等主义者。您就算不放水，那也别照着脸打吧。有啥问题吗？当初香雪的脸蛋被我打得更惨。我生在了一个好时代呀！感谢香雪姐姐。别想了，他打我也从来没留过手的。算了，我先带你们去我家吧。这里就是我家，我平时就住那里。院子里是练功的地方，这条路啊是我爹发骚看风景的地方。他总喜欢在上面做一些又臭又长的打油诗。你这里条件不错嘛，看地势，整个村子里也是你家最好啊。嘿，那是啊，毕竟我这辈子的爹是村长。师尊的来意我很清楚，为了您的计划，我还是先跟您讲一讲这个世界的一些情况吧。白丽所处的国家名为大夏国，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度。在大夏西方存在数百个小国家，没日没夜的互相征战，其中占据着商道、劫道收费的倭国与大夏关系最密切。而在大夏东方的群岛和半岛上的2个国家，
邪马国和上厉国。大夏与这两国的位置近似于九州十地与扶桑跟妖界，他们与大夏的文化接近，已经形成了一个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东方文化圈，并且都尚武成风。大夏国的江湖盛会也时常能够看到从邪马国渡海而来的武士，或者上厉那边学得四不像的武者。而在大夏江湖中最著名的争夺天下第一的论剑会上，更是被邪马国和上厉国的朝廷都视为了一场为国争光的活动。下一次的论剑会是在10年之后，师尊，这是我专门为您挑选的传道机会。要是筑基天尊的信徒夺得天下第1名的盛名，那就是传递筑基天尊信仰最好的方法。可你师尊现在连半个信徒都没有。这个师尊无需担心，徒儿早就为您想好了。您看，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村子，高手如云，极具培养价值，随随便便就能整几个大手子出来。合着师弟，你是从小就准备在村子里做二五仔了？年轻人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是个筑基奇才。每周3、周5上午10点传授独家秘籍，别逼我跪下来求你！看着万家灯火，没有一盏属于我。我来自丛丛夜色，我藏在哪个角落？别问我究竟为何，我天生主角命格，所以在看不见时，我做我自己。神佛，深海的山海之外，主宰着或被主宰。如果你感到奇怪，因为你走错时代，被钢筋水泥覆盖。谁听过他们自白 ？When my power will go back。有龙露出尾巴来，收起獠牙小乖乖，狐妖就为打节拍，施法术不停摇摆。开场前点个外卖，这是我的舞台。